普京站在抗美第一线，中国为何不放开对俄军售呢？秦刚外长提出了中俄关系3大原则，彰显出中国的战略定力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众生 Talk。俄乌冲突持续至今已近11个月，从基辅失败到赫尔松撤退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拉垮表现令人唏嘘啊。而俄乌冲突之所以陷入焦灼状态，除了俄军自身轻敌导致的初期兵力不足，俄军拉不开装备代差，精巧精尖的技术应用比较少，作战方式跟不上信息化发展，也是俄军止步不前的重要因素。对此，国内有许多观点认为中国应该放开对俄军售，支援站在抗美一线的普京。然而，放开对俄军售这件事儿显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事实上，早在上合防长会议期间，普京就曾暗示过中国，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中俄可以增强防务合作，在现代武器装备方面互通有无。可以说，为了加速赢得战争，普京已经放下了大国尊严。而对于俄方递出的橄榄枝中国防长魏凤和当时的回答也是很有意思。总的来说中方认为，为了应对美国在欧亚掀起的地缘安全危机，基于上海精神和3个无上限原则，增强全面协调合作是可以考虑的。但是要我们直接放开给俄罗斯军售，似乎不妥。目前呢，在秦刚就任外交部长后在新年的中俄外长通话中，中国外长秦刚又提出3不原则，即中俄关系的基础应该建立在不结盟、不对抗和不针对这3大原则上。这番表态应该说还是基于我国以前的基本原则，放开对俄军售对我国不利。应该说，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战略定力。虽然这可能让俄罗斯有些失望，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说国际朋友它不多，目前除了伊朗还有半岛国家，剩下的也就只有中国了，能够拉俄罗斯一把。但我们中国也有我们自己的考量。从俄乌冲突局势发展来看，在经过赫尔松撤退后，俄军在乌东和乌南方向已经恢复了战场主动权。虽然从短期来看，俄军很难打出较大的成果，但在乌东和乌南四周站住脚跟，长期来看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反而是我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形势比较严峻。拜登政府在把俄罗斯拖下水后最近1年来正在积极准备在印太地区推动新冷战格局的形成，并计划通过集团之间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博弈，继续维护美国的霸权秩序，阻止我们中国复兴和崛起。秦刚曾经任过驻美大使，对于拜登政府的战略目的是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的。因此，尽管俄罗斯需要中国装备，尽快摆脱战争泥潭，中国也必须继续保持战略定力。即便要帮助俄罗斯，也是在经济上，而不是超出我国的利益，开启对俄军售。因为俄罗斯如果在中国的帮助下拥有强大军力后，其影响可不只是打破俄乌冲突僵局，强大的俄罗斯很可能会继续对芬兰、波兰，甚至对临近波罗的海的3国施加军事威慑。届时呢，欧洲将陷入更严峻的安全危机。美欧原本已经出现嫌隙的关系，也可能会重新被现实的中俄军事合作威胁所掩盖。到那时中国不仅跳进了拜登挖下的新冷战陷阱，中欧经济政治脱钩恐怕也将不可避免。而中国一贯的战略主张和外长秦刚最新强调的3不原则，不仅是对欧洲的定心丸，更是整个世界安全局势的定海神针。常言道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作为世界第2大军事经济强国的中国，正向整个世界释放出中国不愿与美国、欧洲，不希望与其他多极化地区进行对抗的信号。而中国也只有保持这种与世无争、埋头发展的战略定力，才能稳步实现和平崛起，进而呢建立起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。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到这里。对这个问题，网友们有评论
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